本节目由滴滴精酿特级鲜香贝士达品牌赞助播出。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，地表植物的子实被人类挑选播种，种子变成了谷物。它带来温饱，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，开启出多样的烹饪，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。让我们回到谷物的起点，从麦说起。مرحبا. ليلى هلا. شو أخبارك؟ الحمد لله. شو تأخرنا؟ تأخرت علي والله. يلا بسيط.4月底，约旦河西岸的小麦颗粒刚刚饱满，不等麦子彻底成熟变黄，纳比拉要提前进行一次收割，这也是当地村民的习惯。小麦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谷物。地中海东岸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，是人类最早驯化小麦的地方。今天，泾渭分明的人类领地，野草漫山遍野，兀自生长。其中一种，正是今天小麦的元祖。它保持着被驯化前的特性。野生2粒小麦，种子依然随风掉落。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，让它演化成现在的模样。麦粒紧紧固着在叶轴上，等待双手将它收割。因为尚未成熟，青麦难以脱粒，需要经过特殊处理。青麦粒汁水充足，不会被烧焦，
反而附着上烟火的色泽和味道。东地中海地区，大多数国家都有火燎青麦的传统。这片动荡的土地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硝烟不断。然而每年初夏，空气中飘散的谷物灼烧的香气，也许能让人们想起，这是彼此共同热爱的风味。骨壳焦脆，揉搓就能脱粒。摩擦的动作，阿拉伯语读作 frika， 这种食物因此得名。根据颜色和发音，中文翻译为绯麦。如同浪漫奇幻的天方夜谭，阿拉伯人烹饪绯麦，天马行空。相比坚硬的全熟小麦，绯麦更适合砾石。香料的加入，让绯麦原本的烟熏气息变得柔和。在肉汤里慢炖，这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吃法。坚果、鸡肉点缀，麦粒重新变得汁水充盈，保持外表弹韧的同时，获得轻微爆浆的口感。更华丽的方式是用一整只鸡，将已经煮过的绯麦和羊肉粒紧紧包裹。世间美食万千，唯有油脂和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长时间烘烤，每一粒绯麦都裹上羊肉和鸡肉的油脂，浸染出油润的质地和绵软的口感。دجاج محشي بالفريكة。这是全球种植最广的农作物，没有哪种谷物能像小麦这样，为数十亿人提供如此多样的美味。37岁的阿龙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营生。我而家我爺留俾我咧，我第3代嘅。一開始我係唔中意做呢一門生意嘅。小麦磨成面粉，是可塑性极强的原料。只用鸡蛋和鸭蛋和面，大量蛋白质为面团的劲道加码，同时增添风味。一小勺碱水可以强健骨架结构，不会在南方湿熱的天氣中有絲毫懈怠。竹升麵係比較嘥精神、嘥時間嘅一種工序咯。阿龙压上全身的重量，与竹竿协同作战。感受面团正在发生的变化。
下压、移动、再下压，重复3000次以上。在机器取代人工的今天，这是澳门硕果仅存的制面方式。自从谷物研磨成粉，烹饪的可能性几何级拓宽，甚至在不同地区，人们各出奇招，将小麦面粉精细拆分，重塑再造。面团是一种复杂的水胶体混合物，反复揉搓，填充在网状骨架结构中的淀粉颗粒转移到水中。在浙江富阳，把淀粉水倒掉，留下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富有弹性的麸质，俗称面筋。在这里，它被制作成一种家常食物，用肉末、榨菜、野笋干、胡萝卜做馅料。小米椒和韭菜增添风味。妈，你快过来做这。揪下小小一块面筋，包入一大团馅料。面筋优越的弹性让主妇们完全不用担心这颗小球出现破损。早在1000年前，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面筋的秘密，发明出大量相关菜肴。通过煮、炸、烟熏，做出荤菜的口感。牙齿稍稍用力，就能感受面筋的弹性，再一头扎进馅料的鲜香。在富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，到广州人手里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。去掉所有的蛋白质，只留下经过沉淀和干燥的小麦淀粉。这种完全无筋的粉末，广州人称为澄面。深谙澄面特性的厨师自有必杀技。隔水加热，再用沸水快速和面。随着直链淀粉的有序糊化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澄面团获得粘性，呈现粉嫩洁白的质地。中式菜刀是降服澄面的终极武器。刀腹抹上猪油，碾出完美的弧线。一张合格的澄面皮只能有0.2毫米的厚度。旺火蒸制，面皮爽滑细腻，呈现半透明的质感。綠茵兔仔餃，朦朧的美感，让澄面制作的粤式点心大都被冠以水晶的前缀。粗犷的小麦在这里尽显玲珑剔透的另一面。在寸土如金的澳门，有限的店面空间没用来增加餐位，而是留给手工制面，这是阿龙的选择。
每天做面耗时7个小时，只为面条达到理想的状态，干爽细直，梳理时在手指间轻弹，不会轻易扯断。偶尔路过的父亲，总是选择坐在较远的位置。凍啊！喂，你整完呢個，啱啱整多個食啊！好得。喂，我啱啱整嗰啲麵啊，食唔食啊？我過嚟試下。一個。用猪骨和鲮鱼熬制的汤底煮面，过冷水，温度急剧下降，再回到沸腾的汤中，这是历经3代不变的手势。一勺高汤，酱汁，再淋上猪油。捞面的至高境界是干爽又不失弹性的牙感，因此要甩掉多余的水分，均匀裹上酱料。一碗澳门街头的虾子捞面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，只在爽利2字上下功夫。喂，老豆，試下。因为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过往，澳门保留着本地传统，也能容纳世界。这家葡萄牙小餐馆讲述着另一个与小麦面粉有关的故事。山度士曾是海员，40年前来到澳门，一同带来的还有家乡的食物。这曾经是葡萄牙人斋戒日里的素食。菜豆拍干面粉，裹鸡蛋面糊，炸至金黄。根据形状，它有一个清新的名字——花园小鱼。这条来自葡萄牙的小鱼，400多年前也影响了日本，给这个稻米国度带去小麦的灵感。经过不断演变，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之一。给食材穿上面衣油炸，是天妇罗统一的外观特征。但是对待不同的食材，面糊、油温、炸制的时间，毫厘之间，气象万千。面粉充分过筛或低温蛋液，这是面衣轻盈的关键。紫苏叶香气蜿蜒，海胆甘鲜饱满。挂薄糊下锅，甩走多余的面衣。不到90秒，外壳轻薄，半熟才恰到好处。调浓面糊，星鳗登场，
腹部脂肪丰腴，挂厚厚锁水，背部浮过盆边，鱼皮才能炸出焦香。一条鳗鱼的两面被雕塑出不同的口感。星鳗天妇罗总是压轴出场。禾本科谷物里，麦的家族成员众多。8月，麦穗上铃铛已经打开。这是油麦，一种中国特有的裸燕麦。离开我就像花，离开个四回村，春夏破了父母亲。给了个赵贵用，我来了那赵贵用，我还哭不清，去到那地里，路还不好走。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，杏花家的油麦地就在长城脚下。这里土地简鲁难耕，无所后藏，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，很多人选择穿过长城讨生活。油麦是为数不多能适应这种自然条件的谷物，从播种到成熟只需3个月的时间。我还挺有劲。从小就好唱歌，我们4个女儿就是我好唱，她不好说话，必须武钢，说她脆了，说她善良了，就会歌咏美。杏花家的坡地，机械设备难以到达，只能依靠她和丈夫2个人4只手。油麦也许是最难处理的谷物，要经过3次高温才能驯服它刚烈的脾性。已属炒麦，可以防止油脂腐败，籽粒上绒毛飞散，一旦接触刺痒难耐，杏花必须做好防护。2熟烫面，油麦很难形成面团，用滚水和面，淀粉烫熟才能增加面团的延展力。没洗干净。来了。醒面后揉压，油麦面团才稍显服帖。擀成一张面皮，只是土豆、胡萝卜、油麦菜，简单调味，再小心卷起。
3熟才能最终定型，面与菜可以一同蒸熟。热力作用下，有类似坚果烘焙的清澈香气。作为村里最会做油面的主妇，杏花无需借助任何工具，仅靠一双手，就能变换出多样的造型。今天，外孙女一家从县城回来过周末。杏花的儿女都不在身边，大女儿和儿子更是远在内蒙古工作。杏花不擅长打字，每当做好了一桌饭菜，她都会拍视频发给孩子们。30里油面，40里高。作为最能提供饱腹感的谷物，油麦一直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远行的脚步。哦，小小好看不好看？好看点。好吃不，小小？好吃点。有这个吧？有这个吧，小小？给小小介绍多。我一个这个。好长。什么布就叫啥？干啥？像啥？这个吗？像海螺。肉好吃的吧？也许，我们一生接触最频繁的食物就是谷物。它在提供能量的同时，也在那些俯首皆是的平淡日子，装点幸福和甜蜜。凌晨4点，微博和老伴儿生火起灶，蒸上一大赠糯米。糯米只是配角，真正的主角是另一种处于萌发状态的谷物。7天前，大麦种子在湿润的环境里等待新生。麦芽蓬勃茁壮，可以进入下一关。66岁的微博是远近乡里权威的制糖师傅。他20岁就跟父亲学做糖。当地有句谚语：“做糖酿酒，冲不得老手”，说明这是仰赖经验的行当。
捣碎的麦芽和糯米混合，发芽大麦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催化剂——淀粉酶。经过一个白天，糯米不再发黏，标志着淀粉被麦芽中的酶水解。不同谷物在发芽大麦的协助下，可以制成风味各异的糖。在蔗糖出现之前，谷物几乎是最稳定的甜味来源。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了它，中文里称为饴。水分蒸发，浓度不断升高。麦芽糖逐渐显露真容。广式叉烧，麦芽糖是点睛的妙笔。烤制后的猪肩胛肉，筋膜穿插其间，别有柔韧堪嚼的美妙基底。粤菜烹饪里，可以见识到麦芽糖更极致的运用。整鸡，原汁取皮，传统的年节食物，总是伴随着谷物丰收所带来的满足感。微薄扯糖，老瓣配料，芝麻和剁碎的糖霜金桔是最受欢迎的口味。
交叠抻扯，麦芽糖水分蒸发，转变成固化的玻璃态。万千缕糖丝，绵绵不绝，每一根不到0.05毫米。来，好吃吧？好吃吧？轻轻一抿，如雪崩般溃散的糖丝，瞬即化为无形。大麦体内蓄积着甜蜜的能量，脚步遍及这颗星球上最严酷的环境。海拔7000米的卡若拉冰川，几乎是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。河谷两岸开阔平坦，是天然的沃土。低温、缺氧、强日照，大部分谷物从这片严苛的土地上退场，只有一个例外。一部分藏族先民与这种强悍的谷物相伴，耕种定居，发展出村庄和城市。入夏，儿媳错母跟婆婆米珍打理田地。青稞，一种特殊的大麦，只在青藏高原生长。它是高原民族最主要的粮食，也是刻入生命的谷物。炒熟的青稞保留麸皮，直接研磨成粉，藏语叫糌粑。世事经年，磨盘不停，日子便有麦香萦绕。新磨的糌粑值得米珍的手艺。打酥油剩下的乳清水含有大量蛋白质和乳糖，正适合和面。لازم يتوشوا صباحي نتاعتي جباتي جنبي北大西洋初秋的海风带来寒意，但湿冷的空气并不影响麦穗的成熟。
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谷类作物，大麦是坚韧强悍的生存者。这座苏格兰西南部的偏远小岛，缺少渔业，但散布麦田。成熟的大麦口感粗粝，不适合直接食用。这里的居民将它制作成一种风味独特的酒——威士忌。艾雷与这座岛同名，岛上3500多位居民，接近80%和艾雷一样参与酒的制作。把大麦平铺在地板上5到10天，潮湿环境使麦芽长到籽粒的3/4长度。此时糖分和淀粉的比例恰到好处。这是一切的开始。因为树木稀少，岛民的部分生活燃料仍然依靠一种特殊的地质物产——泥煤。上百万年生命盛衰，陆地与海洋的精华沉积在松软的沼泽地里。泥煤燃烧时，无法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经高温释放出分类化合物。艾雷岛人发现，用泥煤烘干大麦，可以产生独特的烟熏香气。用这样的麦芽酿酒，独树一帜的泥煤风味标签，与这座岛屿深度绑定。最初，野果和动物奶自然发酵，让人类意外尝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。直到有了农业，富裕下来的粮食与发酵技术结合，酿酒术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的文明中。至今在高原上还能看到它起初的样子。保持温度，假以时日，微生物将显示它的魔力。糖化和发酵相继发生，麦粒中的淀粉分解，产生了一种叫乙醇的物质。不同民族的祖先共同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学会用谷物制造这种让人兴奋、释放、热血沸腾的液体。潮湿寒冷的海岛，谷物难以长期贮存，但是用它来酿酒，大麦的灵魂便得以在酒液和香气里延续，乃至永生。澄澈的液体中，浓缩着一个风味的世界：焦糖、烟熏、橡木、肉桂、干果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判，然而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谷物的香醇。
心不冷，哎妈！1周左右，青稞已经渗出大量浆液。米针不需要过滤它，浑浊的状态能保留更多原始的味道。没啥了，就洗的嘞。在酒壶和杯口点上酥油，是圣节的装饰。头道青稞酒在隆重的节日要和家人分享，甘甜柔和，清冽微酸，最容易亲近。屋顶上已经更换了新年的装饰。人们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敬奉天地。谷物不仅是饮食的基础，也以它宽厚的力量凝聚人们，彼此协作，世代相守。谁都无法抗拒谷物带来的香甜。草原部落逐水草而居，日常饮食以肉和奶为主，谷物也不会缺席。祭敖包的日子即将到来，眼下连续的晴雨不定，让人有些忧心。魂都冷草原隐匿在阿鲁克尔沁旗的最深处，每年6月到9月水草丰盛，是牛羊长膘的季节。草原地广人稀，牧民难得聚在一起。祭敖包那达慕，亲戚朋友上百人到来。那人家要准备充足的食物。起风了，仪式照常进行。敖包寄托着牧民对山川大地的敬畏，也是草原的界标。一场大雨，宾客们没能赶来，准备的食物不能浪费。那人草原上的谷物，起初来自于农耕民族的物资交换。小麦面粉与羊肋排是那人家的最佳组合。面皮包裹各种食材制成的馅儿，这种食物形式2000年前就存在。
今天我们称它饺子。宋代，蒸煮饺子传入草原，并跟随蒙古帝国的扩张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土耳其人制作饺子，一张硕大的面皮，分割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儿。馅料是牛肉糜、洋葱碎，用红椒粉和黑胡椒调味。制作土耳其饺子需要细致和耐心。面皮10字封口，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土耳其，小巧的饺子别出心裁。意大利人善于在饺子的形状上下功夫。里科塔奶酪和菠菜打成粗泥，菜汁清甜，乳酪柔和微酸。用花边滚刀分割，枕头形状的饺子是北部小麦产区的传统主食。鼠尾草和帕玛森干酪的衬托，意式饺子偏爱风味浓郁。Ravioli, buon appetito！ 一张面皮可以包裹1000万种馅儿，纵贯东西，饺子几乎是欧亚大陆共通的饮食语言。Mantı, afiyet olsun。羊排饺子，体型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